连富人都撑不下去了，有些中国人还在幻想熬一熬就能过去。醒醒吧，中国经济早已悄无声息地塌了。2025年7月，一份来自国际咨询公司奥伟咨询的最新调查报告，像一枚炸弹一样，在中国富人圈炸开了锅。22百分号的中国富裕人群对中国经济感到悲观，比例甚至高于2022年新冠风控高峰期。你没有看错，比全城封控、餐馆关门、工厂停摆的疫情时期还悲观。这不是某个街边小贩的哀嚎，而是年收入数十万、家产千万的中产以上阶层正在集体失去信心。调查指出，那些原本生活在中国一线城市、身处金字塔顶端的年轻富人，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丧失希望。他们不再买奢侈品，不再投资创业，甚至放弃阶层跃迁的梦想，只想逃出这个让他们无力喘息的国度。奥伟咨询的合伙人伊姆克·沃特斯说的直白，富人的悲观已经不只是短期情绪，而是一种根本的心态改变。这句话才是真正恐怖的地方。当有钱人都不再敢消费，不敢投资，不敢相信未来，中国的经济还能靠谁撑起来？更关键的是，这股经济绝望不是偶然。从2022年清零结束到2025年的今天，消费者信心指数始终在85的历史低点徘徊，3年未见复苏迹象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至2025年，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持续放缓。2025年上半年同比增长仅 1.6%， 创下近10年来最低水平。谁还敢说中国消费强劲？别闹了，连富人都不想买东西了。不止如此，另一份由哈佛大学与斯坦福大学联合开展、历时20年的长期调查，更揭露出一个沉重的现实：中国人的信仰已经坍塌。2004年，大多数中国人相信，只要我努力，就能过上好日子。彼时，大家把贫困归咎于个人能力不足、学历太低。但到了2023年，情况发生了惊天逆转。机会不平等正式成为中国人认为导致贫穷的第一大原因，远远超过了能力不足、不够努力。20年前，机会不平等在影响贫穷的原因中排名第6，如今已登上第1。而努力就有回报这句曾被写进教科书的信条，从曾经的 62% 认同度下降到了仅剩 28%。这意味着超过70%的中国人已经不再相信努力有用。一个社会的真正危机从来不是经济萧条，而是连希望都没了。最悲观的群体是谁？不是欠债买房的中年人，也不是找不到工作的应届生，而是那些住在北上广、月入5万却依然惶惶不可终日的年轻富人。调查显示，18至28岁的年轻富裕人群是对经济最悲观的群体。他们的父母大多赶上了中国经济的黄金年代，炒房、开厂、创业，每个人都尝到了时代红利。而现在的年轻人呢？我们只是看着中国经济起飞，却从来没真正拥有过它。富人变了，他们不再拼命买爱马仕、刷卡买劳力士，也不再一口一个财富自由，他们开始疯狂出国旅游。2025年，中国富裕人群出国旅游比例预计将达到 37%， 高于2019年疫情前的 32%。在花钱这件事上，他们只愿意为能让自己立刻快乐的东西买单。买包不如飞日本，买车不如去马来西亚泡温泉，至少能呼吸点自由的空气。奥伟咨询的分析指出，中国赴日本、马来西亚等进场国家的旅游人数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准，但前往欧美的意愿却持续下滑。为什么？一方面是签证限制重重，另一方面是怕留下太多资产被政府关注。别忘了
2024年起，中国加大了对海外收入的税务调查，尤其针对高净值人群。不少富人选择人走钱也走，甚至开始研究如何通过第三国买护照、换身份。这哪里是消费转型，分明是富人的润学升级。过去的中国社会还有一句励志鸡汤：一代更比一代强。但今天的现实是一代比一代更惨，尤其是00后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下最大的受害者。他们出生时国家正在腾飞，上学时全社会鼓吹拼搏改变命运，可等到真正毕业走进社会，却发现我们连一个努力的机会都没有。就业岗位减少，内卷程度爆表，房价高得像玩笑，薪资低到不如外卖员，就连考编都变成千军万马挤独木桥。2025年初，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称，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持续高企，真实失业率长期被隐瞒，有民间机构估算实际失业率已超过30%。你能想象吗？30%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哪怕是一个月薪5000的岗位。于是，润成为他们口中的高频词，不是逃避，而是逃生。我们不是怕吃苦，而是怕吃了苦也没用。我们不是不努力，而是没地方用力。我们不是想躺平，而是根本起不来。这一代年轻人不再期待升职加薪，不再相信奋斗有用，他们从社会结构中抽离，只求自保。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那份横跨20年的研究，还有一个令人寒心的发现：中国人对人脉资源的认同度激增。2004年，只有25%的中国人认为一个人是否富有取决于他的人脉资源。到了2023年，这一比例上升到48%。想富，不是你多努力，是你认识谁。与此同时，认同在中国努力总有回报的人从62%降到了28%。也就是说，超过70%的中国人已经不相信天道酬勤这回事了。这是一种系统性的信心崩塌。当人们普遍认为社会结构已经无法奖励勤奋，机会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那么整个社会就陷入了一种静默的愤怒之中，外表平静如水，内里却沸腾如火。中国不是唯一一个在转型中爆发社会不平等焦虑的国家。报告指出，前社会主义国家如俄罗斯、保加利亚、匈牙利、波兰，在政治变革期同样经历过民众对不平等的情绪高涨。甚至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，摩洛哥等专制政权内部也出现过类似的趋势，民众对社会不公平的感知急剧上升，成为动荡的前兆。而现在，这种情绪正在中国迅速蔓延。你以为这只是富人焦虑？不，这是一种全民性的不安。连原本最稳定的中产阶级都开始动摇，甚至选择跑路。2023年，美国南部边境拦截的中国移民人数是上一年的9倍，是9倍，不是9%。到了2024年上半年，这一趋势不仅没有放缓，反而继续加速。大家不再纠结是否该走，而是怎么走。这一次不再只是经济的问题。当富人开始外迁，中产集体避险，年轻人丧失希望，整个国家的根基正在被撼动。这也是奥韦咨询在报告中最为警示的一段话。这种心理上的转变会对整体经济活动造成影响，拖得越久，他们对长期前景就越悲观。说白了，中国政府正面临的不只是 GDP 数字的下降，更是全国人民信心的瓦解。信心的坍塌比任何经济指标都更致命。从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网民评论中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人深沉的绝望与幻灭感。我们这一代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生在了错误的国家。父母那代人炒房、炒股、下海、国企改革，干啥都赚钱。我们这代人干啥都赔钱。
我爸说他28岁那年已经买房结婚，而我28岁还在家啃老。这不仅仅是个体的悲剧，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。今天的中国不缺数据，缺的是正视数据的勇气。从奥韦咨询的调查，到哈佛、斯坦福的20年跟踪研究，再到成倍增长的出境移民潮，一切迹象都表明，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而危险的变化。你可以不信网络评论，但你不能否认消费在跌，信心在跌，出生率在跌，青年就业在跌，资本外逃在涨，润的人越来越多。连那些本该最乐观的人，富人和年轻人都开始失去希望，这个国家的未来还能依靠谁？真正的绝望是你连愤怒都不配拥有，只能沉默着往后退。2025年的中国正是这样一场沉默的退潮，只是这次连浪花都不愿再拍打岸边。